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我相信大家对九运这个概念已经不陌生了，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有做了一系列的视频，我们这里有一个 playlist， 你们可以去看。那今天这个视频呢，我到底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呢？我觉得大家都在谈论九运的时候也开始在忘记了的一个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的重要，大家不可以把它忘记。那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九运还是关系到风水的问题。其实大家要理解九运的这个概念它是出自于风水里面的理论，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风水的一个运势，或者我们风水的一个格局，或者我们的布局会每20年会换一次。风水讲的就是一个大的环境，很外在的这个环境能量状态，它在转换的时候，它会影响整体我们全人类，或者我们每一个社会、国家，甚至整个国家的经济都会开始出现一个转变。那这个转变呢，是很潜移默化的，就是说它是很背后的，它是没有一个很直接的就给你看到。因为风水讲的就是一个能量嘛 ，OK， 是一个环境的能量，所以这个能量我们通常是看不到的，但是它的影响力是在的。所以为什么呢？我们在讲九运的时候都会把它牵涉进去，讲我们的未来世界的趋势，未来世界哪一些行业会崛起。因为呢，就是这个风水的能量在影响所有人的一些想法或他们的一些感受。所以导致呢，他们在做一些决定，在做一些决策的时候，他们会比较偏向于这个九运的一些特质。我发现有时候大家越谈，很多呢都把它变成是一个未来世界趋势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它更多的是一个风水的问题啦。所以呢，这个视频我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多一点关于九运的风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首先第一点，我想让大家知道的是，可能过去一个好的风水布局，在进入到九运的时候，它可能会变得比较不好。我们在从8运转换到9运的时候，其实那个主导的那个能量 ，OK， 我们在分析风水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星，我们有1到9的这个星，在8运的时候，当然最旺的就是8号星嘛 ，OK， 但是在9运的时候呢，它就是9号星。你可能过去你在8运的时候，因为某一些主要的位置，可能在你的大门、在你的睡房、你的厨房这样子，是很符合这个8运的。你在居住在那边，你在那边工作，你都感觉非常的好。但是很有可能它进入到9运的时候，这些呢都会开始改变。过去可能好的一些位置可能开始变得比较负面一点点。第二点，可能过去不好的位置，它又开始变得有点好。那在这里呢，我可能可以跟大家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啦。OK， 这个会有一点风水的技术层面的内容，希望大家可以耐心一点点听我讲一下。大家可能如果对飞星有了解的话，我们在2号星，2号你们只要记得2，在过去20年，这个2号呢其实是所谓的病符星 ，OK， 比较不好。但是呢，在进入到9运的时候这个2呢反而开始变成一个财位。就是它这个负面的特质开始变得没有这么的明显，它反而开始凸显它好的一个特质。大家要了解的是我们在1到9号星 ，OK， 我们有9个星，它每一个呢其实都有它的好跟不好的特质。好像我们在9运的时候，对，的确最旺的是9，所以它的那个好的特质会充分的体现出来，它的不好会被隐藏，或者不会发挥它的一个不良的一个影响。那同样的，在我们在慢慢进入到9，我们在转换成9的时候就是未来的1号、2号这些呢，他们也开始展现出他们比较好的一面，他们负面的那一面呢，就开始好像收敛一点点。所以这个非常有趣的，就是说我们在迈入9运的时候一个家它的那个能量的情况，它的风水的这个能量的情况会开始有一个转换，会有一个 shift。所以你才会看到有这么多人在这个期间呢，
从8运转去9运的时候啊，他们就会开始要去看自己家的一个风水。如果他之前已经有看过了，他就会觉得，我是现在是不是要去做一个 update， 再重新再分析多一次来看你的家的一个情况。那第3点呢，就是你不一定要把你的家转换成9运的风水。那你看到这里，你不会说，你刚才不是说我们要去重新看过自己家的风水吗？对，你要重新去看、去观察、去分析你的家的风水，但是不代表呢你要把它变成9运的风水。其实就是每一个家呢，它都有一个好像类似8字的东西，那就是这个家它本身的一个飞星图是怎样的。那这个飞星图呢，是决定于它这个家几时建好，几时有人进去住的那个时候所决定的。举例，你可能这个家呢是在2010年建好的，然后你是2010年搬进去住，因为2010年是属于8运的时候，所以呢，这个家它有的这个飞星图就是8运的。那这个8运的这个飞星图呢，会一直用，就是说它不会改变的。你就算进入到9运，它还是用这个图，除非你觉得这个图呢在9运的时候不好。OK， 我们通过分析、通过了解过后，我们发现不好，我们要把它换去9运的这个飞星图，那我们可能就要去把它转换。但很多时候呢，其实8运的飞星图会比9运来的比较好一点，就是其实在8运的飞星图里面，好的布局会多过我们9运的飞星图，所以我们会尽量就是说，如果你的家是8运的，那可能你的那个家的布局已经是最好的了，你不需要把它换成9运。那我也相信大家对这个9运的风水有很多的问题，因为我看到我的视频下面都有很多的留言，问这个方向好不好啊？我的家外面有什么什么啊？我很多时候呢，我没有办法一一回答，我希望大家可以谅解，是因为我要看你们的家的实际情况是如何。然后它的实际外面的环境，你们家的一个布局，然后它的门在哪里，你的睡房在哪里，你的厨房在哪里，然后还有你个人的八字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我才能给你一个比较准确的答案，就是说你这个家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如果是不好的话，你可以用什么位置来拿到它的好，或者如果是好的话，又好在哪里？我很难通过你们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问句，我就给你一个答案。所以你会看到呢，很多的风水问题我都没有办法回答。我要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我需要分析你们的家整个周遭的环境，那个可能我要花好几天、好几个小时在做这回事，我才可以给到你一个答案。我希望大家不要太生气，如果我没有回答你一些风水的问题。那如果是一个简单的一些概念或者简单的一些理论上的问题的话，我当然可以回答的话，我也是会直接回答啦。如果是个人的家的一个情况，我会希望你们可以找你们相信的一些风水老师，或者你本身有学过的话，你可以自己装自己看，或者在 YouTube 上面找到相关的一些资料内容来学习去分析，那你就会比较懂你的家其实要怎么做这个9运的一个布局。好，那希望这期视频呢有帮助到大家对9运又多一层的一个认知啦。我拍这个视频呢，就想提醒大家，就不要忘记，其实9运这个词就是出自于风水的一个概念。那各位当然你们可以去做关于配合9运趋势的一些事情啦，好像你的工作你是要配合9运的，你的个人的成长你是要配合9运的。我相信我之前的视频都有分享过了。另外一个部分呢，很重要的就是你们的家的风水是不是可以搭配上这个9运的一个情况啦。好，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让我知道这期视频的内容对你们有没有帮助。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记得要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啦。那我们下一期视频见，拜拜。